这猴子怎么跟疯了似的？景区巡逻的老护林员摇头叹气，谁能想到峨眉山这处知名景点竟发生骇人惨剧。2025年春末，年轻姑娘林雅琪独自来峨眉山旅游，想借自然风光缓解工作压力。徒步登山途中，在一线天附近，她遭遇一只壮硕公猴突袭，毫无防备的她被猴子狠狠撞击，脚下打滑，摔下悬崖，不幸遇难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，在老护林员协助下，深入后山搜捕肇事猴子。经过36小时艰难搜寻，终于找到这只伤人凶猴。双方对峙时，猴子突然发动攻击，警方果断开枪将其击毙。当陈远峰副局长检查猴子尸体时，一个意外发现让他瞬间愣住，猴子身上竟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秘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峨眉山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旅游招牌，整座山峰直插云霄，山间云雾常年缭绕，像给山体披上一层轻纱，层层叠叠的茂密树林从山脚一直蔓延到山顶，无论哪个季节来，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迷人景色。春有漫山遍野的花朵，夏有遮天蔽日的绿荫，秋有五彩斑斓的树叶，冬有洁白晶莹的冰雪。一年四季，景区门口总是挤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，操着各地口音，只为亲眼看看峨眉山的秀丽风光。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，峨眉山的猴子更是出了名。大家都说这些猴子聪明得很，胆子也大，完全不怕人。看到游客手里有吃的喝的，还会直接伸手去抢。不过只要不主动招惹他们，猴子们大多时候都在山林里自己玩耍，最多慢悠悠从游客身边走过。即便猴子有些调皮，但不少游客就是冲着和这些山大王近距离接触来的，觉得既新鲜又刺激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这些看似可爱的猴子，一旦野性上来，会惹出大麻烦。2025年春末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，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，山里空气清新，混合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。深吸一口，让人神清气爽。从邻省来的年轻姑娘林雅琪，在城里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，平日里工作忙得脚不沾地，加班到凌晨是常事，眼睛总是布满血丝，整个人疲惫不堪。出发前，她在办公室跟同事们说，这次一定要出去好好放松放松，不然真要累垮了。选来选去，她决定去峨眉山，听说那里山清水秀，最适合缓解压力。她特地请了年假，背上新买的登山包，独自一人满心期待地来到峨眉山，打算在山上待3天，把所有景点都游览一遍。登山第一天，林雅琪选了条经典的徒步路线，从山脚的报国寺开始往上爬。山里的空气和城里完全不同，清新湿润，每呼吸一口都觉得肺里的浊气被替换掉了。路边开着各种颜色的野花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黄的像金。虽然叫不出名字，但看着就让人心情舒畅。偶尔还能看到小松鼠拖着蓬松的大尾巴，嗖的一下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，可爱极了。路上，林雅琪碰到了几只猴子，有只小猴子好奇地盯着她看，发现她手里没拿吃的，立马失去兴趣，蹦蹦跳跳跑开了。旁边一位正在休息的大妈看到这一幕，笑着说：“姑娘，这儿的猴子精得很，没好处他们才不搭理人呢。”林雅琪笑着点头，觉得这些猴子还挺有趣。
来之前，他在网上查了不少攻略，知道峨眉山的猴子不好惹，所以格外小心。他把背包拉链拉得死死的，远远看到猴群就绕着走。刚开始遇到的几波猴子，见他没什么可捞的，也就没找他麻烦，这让林雅琪松了口气，想着只要自己小心点，应该不会出问题。可越往上爬，山路越难走，有些地方窄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。快到一线天景点时，周围的猴子明显多了起来，个头也比山下的大，看起来更强壮。这一段路特别惊险，一边是光秃秃的陡峭山壁，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，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石阶小路。猴子们三五成群，有的蹲在路边石头上，有的在悬崖边的树枝间荡来荡去，时不时还发出尖锐的叫声，听得人心里直发毛。游客们都不敢大声说话，脚步也加快了，都想赶紧走过这片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。林雅琪也察觉到周围气氛变得不对劲，她不自觉地攥紧背包肩带，心脏在胸腔里咚咚直跳。就在这时，他亲眼目睹一只半大的猴子像闪电般窜出，一把抢走前面男游客手中的矿泉水瓶。那男游客吓得惊叫出声，而猴子却得意洋洋地跑到一旁，用爪子熟练地拧开瓶盖，大口大口喝起水来。你瞧那只猴子，眼睛一直死死盯着人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身旁一位女游客声音发颤，小声跟同伴嘀咕：“可不是吗？赶紧走，别招惹他们。这些猴子野性上来，要是扑过来，可就麻烦大了。”同伴边说边拽着他加快脚步。听着这些对话，林雅琪心里越发忐忑不安。她尽量贴着山壁内侧挪动步子，脑袋低垂着，连眼神都不敢往猴子那边瞟。眼瞅着距离猴子扎堆的区域只剩几十米，前面就是宽敞些的山道。林雅琪刚想稍稍放松紧绷的神经，意外毫无征兆地降临了。只听旁边齐人高的灌木丛里哗啦一阵响动，一只体型壮硕的成年公猴猛地窜了出来。这猴子浑身长着深褐色的毛发，一双眼睛透着凶光，光是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。猴子像发了狂似的，带着一股刺鼻的腥臊味，直直朝着林雅琪扑了过来。啊！林雅琪吓得肝胆俱裂，惊恐的尖叫声划破寂静的山林。可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她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本能地抬起双手去抵挡。然而猴子的力气远超她的想象，一股巨大的冲击力狠狠撞在他的肩膀和胸口，瞬间冲散他的平衡。他慌乱中伸手想抓住点什么稳住身形，可四周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抓不住。脚下一滑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着山道外侧的悬崖倒去。不，那一刻林雅琪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剩下铺天盖地的恐惧。他最后看到的是猴子冰冷凶狠的眼神，还有快速旋转的天空，以及越来越远的树梢。紧接着，强烈的失重感席卷全身，呼啸的风声在耳边疯狂作响。有人掉下去了！老天爷，是猴子！是猴子把人推下去的！快报警！赶紧救人啊！原本安静的山道瞬间炸开了锅。游客们惊恐的喊叫声此起彼伏，现场乱成一团。有的游客双腿发软，瘫坐在地上，脸色白得像纸；有的游客手抖得厉害，连手机都差点拿不稳。报警号码按了好几次都按错。还有几个胆大的男游客朝着猴子逃走的方向大声怒骂。一位头戴导游帽的中年男子反应迅速，
一边大声安抚惊慌失措的游客，一边急忙掏出手机拨打景区管理处电话。喂，我在一线天，这里出大事了，有个女游客被猴子推下悬崖了，情况万分紧急，赶紧派人来救援。那天午后，峨眉山景区公安分局的办公大楼突然被刺耳的警铃声打破平静，值班民警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微微颤抖。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整个楼道瞬间炸开了锅，办公室的门一扇接一扇被推开，身着警服的民警们迅速拿起装备，山地救援队队员背起沉甸甸的专业设备包，大家在走廊里快速集合，脚步急促得像是肋骨。带队的副局长陈远峰快步走出办公室，40多岁的他，皮肤被山里的日头晒得黝黑发亮，常年处理各种突发事件，让他的眼神透着一股沉稳干练的劲儿。在山区分局扎根了20年，他经历过游客迷路走失、山林火灾险情。可当电话里传来猴子攻击游客导致坠崖的消息时，这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汉子心里还是猛地一沉。他太清楚了，峨眉山的猴子抢游客东西，偶尔伤人的事不算少见，但把人直接推下悬崖，这在他记忆里还是头一回。小刘，马上联系法医，让他们准备好出现场，再组织第一批救援力量，带上所有能用的专业设备，用最快速度赶到一线天。我随后就到。陈远峰握着手机，指节都因为用力变得泛白，语气冷静却透着10万火急的紧迫感。挂了电话，他抓起桌上的警帽扣在头上，大步冲向车库。警用越野车的轰鸣声很快就划破了空气。等陈远峰带队赶到事发现场，夕阳正斜斜地照在山道上，临时拉起的警戒线在山风里轻轻摇晃，线外围满了惊魂未定的游客，不少人脸色煞白地抱在一起，还有些蹲在地上，手里攥着被泪水和汗水浸湿的纸巾，止不住地抽泣。陈远峰拨开人群，走到悬崖边，脚下的碎石被他一踩就簌簌地往下滚，崖下云雾翻涌，深不见底，只有潮湿的山风一股脑地往脸上扑。陈局，情况太糟了！先到的民警跑过来，后背的警服全被汗水浸透了。受害的是个年轻姑娘，一个人来旅游的，被一只个头特别大、毛色深褐的公猴突然扑过来推下去了。话刚说完，一位中年女游客突然抓住陈远峰的胳膊，眼泪混着睫毛膏，在脸上冲出2道印子。警察同志，那猴子眼睛通红，跟发了疯似的，就那么狠狠一撞，人啊的叫了一声，身子一歪就掉下去了。这么高的悬崖，怎么可能？他的声音被哭声淹没，旁边几个游客也跟着抹起了眼泪。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游客挤到前面补充：没错，那猴子比其他猴子大1圈，毛发光亮，把人推下去后还蹲在悬崖边的树枝上，呲着牙朝我们乱叫，尾巴甩得哗哗响。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钻进树林里。周围的游客你一言我一语，都在证实当时惊险的一幕。陈远峰赶紧掏出笔记本，铅笔在纸上飞快地记着肇事猴子的样子和事发经过。这时候，专业的山地救援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队员们穿着醒目的橘色救援服，腰间系着粗粗的安全绳，仔细检查着主锁、滑轮这些设备。崖壁几乎是垂直的，表面长满了湿滑的青苔，松动的碎石时不时就往下掉，咕噜咕噜地滚进深不见底的山谷。
打头的救援队员深吸一口气，握紧下降器，一点一点地往崖底挪动。呼啸的山风在耳边吹得人发懵，每下降一点，绳索和岩壁摩擦发出的滋滋声，都让围观的人心跟着悬起来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陈远峰站在悬崖边，眼睛死死盯着下方，手里的对讲机都被攥出了汗。3个多小时后，天边的晚霞渐渐暗了下去，对讲机突然传来刺啦刺啦的电流声。陈局，陈局，听到请回答，我们找到坠崖的人了。救援队长的声音沙哑的像是被火烧过，陈远峰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情况怎么样？人还有救吗？短暂的沉默后，对讲机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。陈局，坠落的冲击力太大了，人已经没了。陈远峰慢慢摘下警帽，帽檐上的警徽在暮色里微微闪着光。周围的民警、救援队队员还有景区工作人员都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山道上只剩下山风呜呜吹过的声音。不远处，林雅琪的登山包被放在警戒线里面，新买的包上还挂着没拆封的峨眉山纪念牌。可它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。消息很快传开，整个景区都炸开了锅。停车场里，不少游客急着退酒店，行李箱轮子在石板路上拖出刺耳的声响。景区官方微博下面，评论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每分钟都有上百条新留言。有人气得直打字：猴子害了人命，景区难道不用负责？还有人在短视频平台上传了现场模糊的视频，视频里猴子龇牙咧嘴的样子，看得网友们后背发凉。当晚，景区会议室的灯一直亮到凌晨。陈远峰面前的白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调查情况和抓捕计划。他解开衬衫领口的2颗扣子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可声音还是很坚定。这不是普通的意外，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我们必须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，给全国的游客一个交代。他转头看向头发花白的老护林员老张：老张，你在山里摸爬滚打30年了，这猴子到底啥来头？老张手里抹撒着老式手电筒，满脸的皱纹凝成了一团。陈局，这种独来独往的大公猴，要么是被猴群赶出来的，要么是争老大没成功的。他们有自己的地盘，不会轻易挪窝。看这猴子伤人后还挑衅的样子，我猜他就躲在一线天后山的老林子里。那片地方灌木长得比人还高，到处是断崖，最适合藏身子。陈远峰一拳砸在会议桌上：好，马上组建搜捕队，我带队，今晚就进山。散会后，他给妻子发了条短信：有任务，这几天不回家。窗外，峨眉山的夜漆黑一片，一场为逝者讨个说法的搜捕行动正悄悄开始了。夜色如浓稠的墨汁，将峨眉山裹得严严实实。在老护林员老张的带领下，6个搜捕小组背着麻醉枪，扛着捕兽网，手持防爆盾牌，一头扎进后山的密林。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摇晃，照亮腐叶堆里泛着幽蓝荧光的毒蘑菇。山风掠过松枝，发出呜咽，时不时还夹杂着夜枭的怪叫，让人脊梁骨发凉。都把防抓面罩戴好。陈远峰扯了扯领口的对讲机，金属扣个的脖子生疼。身后年轻民警小吴正用军刀削着防身木棍，刀刃与木头摩擦的声响在寂静山林里格外刺耳。老张突然抬手示意停下，弯腰拨开带刺的灌木，一股腐殖质的酸臭味混着动物腥气扑面而来。前面有溪流，猴子常来喝水，
接下来的36个小时，搜捕对象在迷宫里打转，露水浸透的迷彩裤贴在腿上，每走一步都磨得皮肤生疼。干粮袋见底了，队员们只能掰下指甲盖大的压缩饼干，慢慢嚼着充饥。第3天凌晨，陈远峰靠着树干打盹，手腕突然被什么东西刺痛，锯齿状的岩石缝里卡着半截深褐色猴毛，毛梢还沾着暗红的血痂。陈局，这边有发现！破晓时分，老郑的喊声惊飞了林间栖息的白鹭。潮湿的泥地上，5个碗口大的猴爪印清晰可见。最深的坑洼里还粘着几缕毛发。老张单膝跪地，手指仔细丈量爪印间距。这猴体重至少30斤往上。他捡起旁边半颗啃过的野桃，果肉上深深的齿痕，比普通猕猴的咬痕深了将近1倍。太阳西斜时，队伍终于进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林区。齐腰高的8毛叶像锋利的刀刃，在队员们脸上、手臂划出一道道血痕。陈远峰低头一看，迷彩服下摆不知何时已经被勾出几道大口子。走在最前面的老林突然僵住，喉结上下滚动，颤抖着指向100米外。陈局，那块大石头。陈远峰举起望远镜，镜头里一只体型巨大的深褐色公猴正趴在灰白色岩石上，它后背的毛发油腻打结，右耳缺了小半片，露出鲜红的皮肉。更触目惊心的是它左手腕上凝固的血迹，暗红的血痂顺着指缝滴落在岩石上，形成斑驳的痕迹，呈扇形包抄。陈远峰压低声音，对讲机里传来队员们低沉的回应。小吴握着麻醉枪的手心全是冷汗，刚打开保险栓，咔嗒的轻响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胸猴突然竖起耳朵，浑浊的眼睛锁定声源，喉咙里发出类似野狗的低吼，锋利的犬齿在夕阳下泛着冷光。就在包围圈即将合拢的瞬间，胸猴后腿猛地蹬碎岩石上的青苔，朝着小吴扑来。他张开的血盆大口里，泛黄的犬齿寒光闪烁，腥臭味扑面而来。小吴本能的后退，登山靴却踩在松动的碎石上，整个人向后仰倒。砰！陈远峰果断扣动扳机，胸猴跃起的身体在空中一顿，子弹穿透他扬起的右臂，暗红的血雾溅在岩石上。他重重落地时撞断2根碗口粗的灌木，挣扎着想爬起来。第2颗子弹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，山林陷入死寂，只有血珠滴落在枯叶上的滴答声。陈远峰摘下防抓面罩，汗水混着硝烟味呛得他直咳嗽。他上前检查这只毙命的凶猴，发现它褐色的皮毛沾满尘土和血迹，圆睁的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。陈远峰蹲下身子，用枪管轻轻拨动猴头查看伤口。就在目光扫过猴子腹部和下体连接处时，他的动作突然僵住了。陈远峰僵在原地，握着枪管的手指节泛白，微微发颤。死去的猴子腹部皮肉翻卷，半截锈迹斑斑的铁丝斜插在暗红血肉中，伤口四周肿胀化脓。这明显不是自然形成的伤口，铁丝插入的角度和深度，一看就是人为造成的。陈局，这……小吴凑近一看，立刻被刺鼻的腐臭味呛得脸色煞白，慌忙捂住口鼻。其他队员也纷纷围上来，现场响起一阵惊愕的议论声。老张蹲下身，用树枝轻轻拨开伤口周围的毛发，神情凝重。这铁丝起码扎进去半个月了，伤口烂成这样，换成是人早疼得受不了了。当晚，解剖室里的无影灯
亮得晃眼。陈远峰隔着玻璃注视着法医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节铁丝。在灯光下，铁丝表面缠绕的布条纤维透着暗红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伤口周围组织严重发炎感染。法医摘下口罩，语气沉重：持续的剧痛会让动物变得异常暴躁，极具攻击性。这个消息传到景区管理处，会议室瞬间乱成一团，必须立刻开发布会。宣传科的刘科长把连夜赶写的通稿重重拍在桌上，急得直冒汗。现在网上全在骂景区管理失职，再不说清楚，下个月游客量恐怕要暴跌80%。3天后，林雅琪的父母颤抖着接过女儿的遗物，母亲抚摸着登山包上还未拆封的纪念牌，突然泣不成声。她走的时候还说要给我带个小猴子玩偶回来。陈远峰站在一旁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，默默地将装有尸检报告的信封放在老人膝头。然而，真相的公开并没有让舆论平息。再痛苦也不能伤人啊！景区难道就没有责任？铁丝到底从哪来的？网络上质疑声铺天盖地。直播镜头前，面对100万观众，陈远峰举起那节铁丝，语气坚定：我们已成立专项调查组，任何伤害野生动物、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。与此同时，后山搜捕队员在一个废弃矿洞里发现了更惊人的线索：腐烂的水果堆中散落着10几个被砸坏的饮料瓶，瓶身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滚蛋，别靠近”之类的狠话。老张捡起半块发霉的面包，看着包装纸上景区便利店的标志，脸色阴沉。有人故意投喂，还在激怒他们。3个月后，案件终于水落石出。曾因违规投喂被景区拉黑的本地人周凯在派出所里如实交代：我就是看不惯那些游客逗猴子，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真没想到会出人命。监控画面里，他不停地擦拭眼镜，眼神躲闪，始终不敢直视镜头。如今的峨眉山景区新增了300多个高清摄像头，醒目的禁止投喂警示牌随处可见。在林雅琪遇难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小木屋，玻璃展柜里那节引发悲剧的铁丝和他的登山照片静静陈列着。每个周末都有志愿者在这里讲述这个沉痛的故事。山风吹过屋檐的铜铃，清脆的声响仿佛在警示着人们：人与自然到底该如何和谐共处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